Hello，大家好，每天读经5分钟。今天我们再来继续六祖坛经的进度。我们上一次就读到这里后，在祖师事当中，五祖弘忍为慧能说金刚经，说到因无所住生其心的时候，慧能豁然大悟后，一切万法不离自性。所以说，他就对当下豁然大悟之下，他感叹之中呢，对五祖弘忍就说出了这段话形容他六祖慧能对自性智慧的体悟那大家可能有些人，如果平常有在接触的话，就有听过他说呢，我们的菩提自性呢，没想到呢，它本自清净。我们的菩提自性呢，不生不灭。我们的菩提自性呢，它是本自具足的。我们的菩提自性，它本无动摇，而且呢，自性能生万法说完这段话之后呢，五祖弘忍就知道六祖慧能对菩提自性的认识已经大彻大悟了。所以说，五祖弘忍就告诉慧能说：“没错，菩提自性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如果一个修行人你不能够了解菩提自性真正的状态的话呢，即使你学了很多的知识我们说色声香味触法，这个法就是对应到眼耳鼻舌身意中的意，而这个意指的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大脑思维心。这个大脑思维心呢，所学习到的所有的知识，包含这些经典里面的文字里面说的法，这些呢都是属于我们的六尘六识和六尘之中而已，它并不是菩提自性和般若智慧的本体所以说，其实一切万法呢，是从菩提自性之中衍生出来的产物，生成出来的产物。所以说，终究源头是在于自性智慧。因此呢，一切万法不离自性。换句话说，当你能够连接到自性智慧的话，你就已经拥有了一切万法了，你就已经本自具足了。而且这自性智慧的源头是不生不灭的，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清净的，它不会受到你后天的这些眼耳鼻舌身意六尘色声香味触法的干扰和污染它不会受到这些染着，而且它是不生不灭的，没有起没有灭，没有春夏秋冬，没有生老病死它本无动摇，时时刻刻就在那边。换句话说呢，一个人，当你真正的一切万法的用意，是为了要让我们跟本心连结。当你连接上本心之后呢，你才是真正的掌握了一切自性智慧的源头。在这当下呢，一切的经典文字就像渡船一样，当你悟自性的时候呢，当你找到本心之后呢，一切万法都能够放下了。它是一个我们的方便法，是一个过程而已。但反过来，如果你学了一切万法，千经万典，却不能够与自己的自性菩提自性相连结的话，那这么多的经典本来渡船的用意就是要渡你上岸的。那你如果不能够上岸的话呢，一切万法千经万典呢，一切的修行的门路呢，并没有办法让你真正的受益。真正的受益是要能够上岸。上岸之后呢，就像你进入到宝藏库了，取用这个本自具足能生万法的菩提自性，你就像六祖慧能一样，他在模仿你工作他没有在静坐，没有在什么状态，没有在什么出神状态，没有在什么特殊状态，他就在模仿你工作而已。然后呢，听到童子呢经过唱诵神秀的诗句，他瞬间就知道这首诗句的大意是什么，不用人家教他。所以，真正跟菩提自性、般若智慧连接的人，他当下在普通生活的状态当中，他当下就是已经
言下即见啊。五祖弘忍也说啊，思量即不中用嘛，见性之人言下即见，当下你不用经过第六意识心的思考，你当下就已经与自性智慧链接了。而且呢，若如此者，哪怕你轮刀上阵，哪怕你上骑马打仗的状态下，都能够保持在见性的状态。所以说，如果你们在外面修行学习，听到人家说要怎么样的状态，我们会瞬间几秒钟进入到开悟状态，其实那都是讲白一点，那都假的。因为人家真正六祖慧能，他在模仿你工作，他就随时随地都在见性状态。人家说一句话，做一件事情，他都能够明白意思。他跟五祖弘忍在模仿里对话，两个人就这样子，像平常人这样讲话一样，可是彼此都在见性的状态，开悟见性的状态。跟菩提自性连结，你不需要进入到什么特殊的时刻、特殊的状态、特殊的怎么样子才见性，那就是错误的，那就是假的，那就是没有真正的见性，才会有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人家真正见性的人就跟普通人一样，他在工作，他在说话，他在干活，他都保持在那个状态里，这样才是真正的。我们跟内在自性智慧的连结，就有点像是我们心灵当中，除了我们的第六意识性以外，另外一个智慧的源头，你随时随地可以与它连接，而不是说要进入到某个状态，或是某个什么样的情境，或是某个几秒钟，或是某个什么瞬间，然后才怎么样子奇妙的感受，然后什么瞬间很快乐什么什么的，那些都是人想象出来的东西。就是《金刚经》说的“我相人相”，你证悟到的，你证到的。你感受到的，你悟到的，其实都是我相人相，那不是真正的自性智慧。所以说，五祖呢，印证了六祖慧能，真正是已经见性了。他知道他真正悟本性了，所以他告诉慧能说：一个修行人，你学了一切的修行方法，学了一切的经典，如果不能够上岸悟，跟自己本性智慧连结的话，言下当下即见的话，所有的一切万法只是知识而已。道德经也说嘛，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去这些无明，才能够感受到自性智慧的太阳。一个人如果能够与自性智慧链接的话，那他就是天人师佛，就是他能够作为天人的老师的。为什么能够做天人老师？因为他从自性智慧里就能够能生万法，千经万典都从自性而生。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读到这边，剩下的内容我们就明天再继续聊喽。那我们就明天见，拜拜。